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东岛威史医生所著的《不夜脑：大脑真正渴望的休息》这本书。对大脑来说，真正的休息并不是睡眠，而是刺激。当刺激不足时，大脑会自行制造刺激并开始失控，那正是所谓的幻觉。如果肌肉不被使用，就会不断衰退。同样的，如果大脑与刺激隔绝，也会进入费用性萎缩的状态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终于发现睡得越多的人越容易变笨，将来更容易患上认知症。第二，彻底讲解让大脑觉醒、爆发式变聪明的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睡得越多的人越容易变笨，将来更容易患上认知症。开始讲起。要介绍的第一个大脑真相是，脑细胞减少反而会提升大脑功能。大脑其实和肌肉很相似，大脑和肌肉都可以通过锻炼得到强化，并在锻炼中变得更发达。不过两者有2个很大的不同。第一，肌肉一旦停止训练就会迅速萎缩，而大脑即使停止锻炼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功能。第二，肌肉是身体中老化最快的组织，而大脑却是最不容易老化的器官。听到大脑不容易老化，很多人可能会怀疑，真的吗？这种疑问也许来自于脑细胞每天都在减少这一事实。确实，脑细胞大约从10岁前后开始减少，随着脑细胞减少，大脑体积也会变小。这样看来，好像反应能力只会越来越迟钝。因此，人们很容易认为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退化，但实际上恰恰相反，大脑会一边削减不必要的东西，一边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打磨自身功能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一个文件夹里装满了海量数据，搜索时就会变得很慢，文件也难以打开。但一台几乎没有多余数据的新电脑，却运行得非常流畅。同样的，要想高效运用必要信息，就必须尽量删除无用信息。对大脑而言，维持高功能所必须的作业，正是删除这些不必要的数据。就像电脑一样，大脑要维持高功能，关键就在于减少脑细胞。人类大脑中约有1000亿个脑细胞，据说每天会减少约10万个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拥有1000亿日元，每天花掉10万日元，可以用多少年？答案是2740年。如果有人为脑细胞减少而焦虑，不妨想想，你打算活到多少岁呢？因此，首先要记住，害怕脑细胞减少是完全没有意义的。脑细胞减少，大脑体积逐渐缩小，这确实是事实。从10岁前后开始，大脑褶皱所在的大脑皮质便持续减少。不过，这种现象也并非突然发生，大约在30岁之前，大脑体积会较快减少，之后则缓慢缩小。而30岁左右，正是大脑功能接近巅峰的时期，信息处理速度很快，基于经验进行预测与应对的能力也更强。也就是说，大脑是在逐渐削减不必要的部分的同时，不断打磨其功能。更进一步，即便整体体积在持续缩小，经常使用的脑区反而会持续增加体积。基本上，在人类的大脑中，双侧颞叶深部区域的体积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，这一点已为研究所知。这个区域负责语言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，该部位会一直增长到40岁至50岁左右。因此，不能因为年纪渐长，就认为大脑会不断老化而放弃希望，这是错误的。由此可以说，大脑是一种不会轻易被年龄打败的器官。只要正确理解大脑的机制，并给予大脑真正的休息，无论多少岁，都可以让大脑保持良好状态，甚至还能打造出比年轻人更活跃、发挥更高性能的大脑。那么究竟该如何保持大脑年轻呢？很多人认为，大脑健康最重要的是睡眠，然而这恰恰与事实相反。实际上，对大脑而言，刺激才是真正的养分。对大脑来说，真正的休息不是睡眠，而是刺激。接下来介绍第2个大脑真相。因为睡眠不足
而导致认知症这一说法完全是谎言。在人类文明尚未发展之前，我们生活在随时可能遭受外敌袭击的自然环境中。如果人类突然失去意识，身体反应能力下降，无法行动，会发生什么？那就极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。而这种意识消失、反应降低、无法行动的状态，正是睡眠。睡眠中的我们是完全无防备的。如果祖先在草原上睡觉，几乎不可能生存下来。那样的话，人类早就灭绝了。另一方面，也有像海豚和候鸟那样可以24小时持续活动的动物。从生存角度来看，不睡觉似乎更有利于进化。既然如此，人类为什么要睡觉？为什么不仅人类，许多生物都需要睡眠？进化的2大动机是生存和繁殖，但二者常常处于此消彼长的关系。近年来的睡眠研究表明，睡眠的功能包括身体维护与修复、疲劳恢复、清除代谢废物、巩固记忆。睡眠时激素分泌活跃，副交感神经占主导，此时身体会进行修复，例如清除癌细胞、修复 DNA 等。被称为睡眠激素的褪黑素具有抗氧化作用。睡眠中分泌的生长激素则能强化骨骼、肌肉与皮肤。虽然常说睡眠时大脑在休息，但事实上，无论清醒还是睡眠，大脑都在24小时持续运作。有些人可能听说过一个理论，睡眠时大脑会清除废物，这被称为类淋巴系统。该理论认为，脑细胞之间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等废物会在睡眠中被脑脊液冲刷清除。贝塔淀粉样蛋白正是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的相关物质。如果是这样，很多人就会认为不睡觉就会得认知症。然而，睡眠时进行清理与清理必须依赖睡眠，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问题。清理是必要的，但如果能在清醒时完成清理，岂不是更好？例如，我们在清醒时排出消化废物，大多数人都是在醒着时上厕所，只有婴儿才会在睡眠中排便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脑内废物一定要在睡眠中排出呢？从进化角度看，如果能在清醒状态下清除废物，人类的生存概率反而更高。确实有研究显示，阿尔茨海默患者年轻时睡眠时间较少，但这些研究大多只是相关性研究，并未证明因果关系。要证明睡眠不足导致认知症，需要从年轻时期开始长期追踪2组人群，一组长期限制睡眠，另一组保持充足睡眠，这在伦理和现实层面上都不可行。此外，认知症发病时间因人而异，饮食等其他因素也复杂交织，因此无法证明睡眠不足导致认知症。更准确的说法是，睡眠不足与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，相关与因果看似相似，其实完全不同。研究发现，在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中，比起认知功能下降，更早受损的其实是大脑中负责调控睡眠的区域，例如是前区等睡眠中枢。也就是说，是命令入睡的司令部先出现故障，导致人无法入睡。接下来介绍第3个大脑真相。大脑其实是24小时持续觉醒的。如果实际测量脑电波，就会发现，即使在睡眠中，大脑的电活动也并没有停止。这里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观点：对人类来说，默认状态并不是清醒，而是睡眠。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胎儿，基本都处于睡眠状态。胎儿虽然已经拥有大脑，但仍处于发育阶段。更进一步，科学研究表明，即使没有大脑的生物，也会进入类似睡眠的状态。不仅未发育成熟的胎儿会睡眠，连没有大脑的水螅也会睡觉。那么可以说，身体的默认状态是睡眠，而大脑是在进化过程中后来新增的一种结构，它让生物具备了清醒活动的能力。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：大脑本身也许就是为了活动而在进化过程中新增的存在。如果这样理解，睡眠并不是为了大脑，而是为了清醒活动服务的。
睡眠更可能是一个为了身体进行高效能量管理的系统。任何生物，如果身体不休息，都难以生存。但在进化末端获得的大脑则不同，大脑是附加在默认节能模式身体之上的一个活动系统。因此，从这个逻辑出发，大脑未必一定需要休息。睡眠与其说是为了大脑，不如说是为了整个身体的能量管理系统。甚至可以说，大脑是为了活动而诞生的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大脑如果不活动，就会衰退。听到这里，或许有人会惊讶地想，那是不是为了活化大脑，只要不睡觉就可以了？作者的主张并不是这个意思。身体要休息，睡眠是不可或缺的，但大脑未必一定依赖睡眠才能获得休息。对大脑来说，真正的休息究竟是什么？如果锻炼大脑的方法不是睡眠，那么该如何锻炼大脑来预防认知症？接下来在第二部分中，我将为大家讲解让大脑觉醒、让头脑爆发式变聪明的方法。如果没有刺激，大脑的认知功能就会衰退，甚至可能会受到损害。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著名的黑暗实验。有一位法国学者亲自进行了一项时间生物学实验，他进入一个几乎完全隔绝阳光的洞穴，在黑暗中生活了大约2个月，与外界完全断绝联系。虽然他可以在灯光下读书，但没有钟表和日历。他过着想睡就睡、想醒就醒的生活，结果他的一天变成了大约25小时，对日期流逝的感觉也逐渐发生偏差。明明已经过去了1个月，他却感觉只过了半个月。在洞穴中，时间仿佛变慢了。之后，德国、日本等多个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黑暗实验。所有实验都发现，自然的睡眠节律会被打乱，人只能断断续续地入睡，而且即使睡着也难以熟睡，时间感会发生扭曲。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，正是大脑缺乏刺激。当一个人独自待在洞穴中，外界的一切刺激都会被切断。现实世界中1个月的信息量减少到了大约半个月的程度，从而导致时间感发生偏差。此外，在伊朗等地还存在所谓的白色酷刑，政治犯或思想犯会被关进墙壁和地板全部是白色的单人牢房，在无声状态下24小时持续照射灯光，剥夺所有感官刺激。遭受这种酷刑的人会失去时间感，出现身体不适、抑郁症状，甚至自我崩溃。这也是缺乏刺激会损害大脑的例子。当没有刺激时，大脑会自行制造刺激，并开始失控。实际上，大脑本身是持续自发活动的，可以说外界刺激反而是在抑制它。大脑本来就具有产生幻觉的能力，但当外界刺激不断输入时，大脑必须处理这些信息，从而无暇产生幻觉。这在医学上也是比较知名的现象。例如，当因白内障等原因导致视野缺损时，来自缺损区域的信息无法进入大脑，于是大脑会自行补全画面，在看不见的地方浮现人脸，或在空间中出现小猫。这种现象被称为查尔斯伯内综合征，并不是痴呆，而是视觉障碍引发的大脑正常反应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与做梦相似。梦也是在视觉刺激被遮断的状态下，由后脑枕叶产生的幻觉。因此，遮断刺激后出现幻觉，可以说是大脑的正常功能。大脑本来就是为了处理刺激而存在的器官，只要没有受损，它就无法轻易关机。即便在睡眠中，如果完全没有刺激，大脑的信息处理功能也会失控。例如，发生脑卒中后，如果大脑某一部分坏死，即便是未直接受损的区域，血流也会下降，长期来看会逐渐萎缩。小脑具有调节运动的功能，当脑卒中导致身体一侧瘫痪时，负责那侧手脚运动的小脑区域会因血流骤降而逐渐萎缩。再比如，当眼球受损导致失明时，负责视觉的枕叶因失去刺激，也会逐渐萎缩。由此可见，刺激不足会确实导致大脑衰退。
对大脑而言，最应避免的就是刺激的缺失。休息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，相反，持续给予适度刺激，才是对大脑最理想的方式。不过，身体是需要休息的，如果完全不让身体休息，不睡觉，一直保持高心率，寿命必然会缩短。因此，为了身体健康，睡眠是绝对必要的。于是便出现了一种矛盾：身体需要睡眠，而大脑需要刺激。正因如此，平衡才显得尤为重要。在给予身体适度睡眠以恢复的同时，通过适度刺激维持大脑健康，这种平衡才是身心健康的关键。接下来，我将不再讨论身体的睡眠方式，而是具体讲解如何为大脑提供刺激。首先介绍第一种方法：16小时断食。人类以及所有动物都必须通过进食才能生存，因此，没有食物的饥饿状态，对大脑而言是一种紧急情况，而紧急情况往往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，对大脑来说是极强的刺激。研究发现，刺激越多，大脑越能成长，因此有意识地制造轻度饥饿状态的断食，是锻炼大脑非常有效的方法。事实上，美国的研究显示，间歇性断食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增殖以及突触的形成。圣路易斯大学的研究表明，断食可以降低大脑中的炎症反应，并减少异常蛋白质的聚集。此外，在断食期间，大脑中的胰岛素敏感性会提高，使糖分能够更加高效地转化为能量。这些变化也是提升大脑功能的重要因素。在各种断食方式中，被研究认为对大脑最有益的是16小时断食法，也就是16小时不进食，在剩余的8小时内进食的所谓轻断食方法。接下来介绍第二种让大脑觉醒变得更聪明的方法：学习像斯瓦希里语这样完全陌生的语言。如果想锻炼大脑，或者不希望患上认知症，与其长时间熟睡，不如学习语言来得更加高效。许多人一提到语言学习就会想到英语，但实际上，对大脑来说，像中文、阿拉伯语这样从未学过的语言反而更有益。学习第二语言的好处不仅仅是能够说外语，它不仅有助于预防认知症，而且即使将来因为脑卒中等原因导致部分脑功能受损，也可以通过认知储备加速功能恢复，具有非常大的优势。据说双语者的大脑中存在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2套语言系统，这并不是完全分离的2个区域，而更像是主楼和副楼之间相互协作的关系。单语者只有主楼，而双语者则拥有副楼。这座副楼正是在关键时刻可以发挥替代作用的神经网络。正因为有这座副楼，即使患上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，也可以推迟发病时间。即便主楼发生障碍，副楼以及与之相连的神经回路也能起到补偿作用，使大脑保有余力。实际上，有研究表明，在发生脑梗塞后，会说第二语言的人恢复速度往往更快。这不仅是因为副楼能够补充主楼，还因为副楼原本拥有的网络能够构建新的神经回路。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，经过3个月的密集语言训练后，通过 MRI 检查受试者的大脑，发现其左脑与语言相关区域的体积有所增加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语言学习并不意味着为了预防认知症而去追求托业考试满分，关键在于持续通过语言学习为大脑提供新的知识和刺激。即使每天只有1小时，只要坚持3个月，大脑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。而且相比已经有一定基础的英语，学习像斯瓦希里语这样完全陌生的语言，对大脑的训练效果会更加显著。那么接下来介绍第3种让大脑觉醒变得更聪明的方法：跳跃运动。大脑和肌肉有一个共同点，越使用就越能得到锻炼。而当我们用身体的肌肉进行训练时，其实大脑也会同时得到锻炼。其中的关键在于一种叫做 BDNF 的蛋白质。BDNF 能够促进神经细胞的生长和突触的可塑性，是维持记忆力和学习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。
同时也参与神经细胞的修复和脑神经的维护。BDNF 会在运动时分泌，据说在日晒时也会增加，尤其是有氧运动和具有节奏的全身运动效果更为显著。2011年的一项研究对120名平均67岁无认知症的男女进行了实验，将他们分为2组以观察运动效果。A 组进行步行等有氧运动， B 组则进行拉伸等不太消耗肌力的运动。12个月后对大脑进行比较，发现进行有氧运动的 A 组海马体积增加，血液中的 BDNF 浓度也上升，而且记忆力得到改善。而进行拉伸运动的 B 组大脑体积没有明显变化，记忆力则随年龄自然下降。这一结果表明，即使超过60岁，通过有氧运动也能够在物理层面上锻炼大脑。此外，还有一种名为骨钙素的激素被发现对脑功能具有良好影响。过去人们认为骨钙素只是促进骨骼生成的激素，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，骨骼在与大脑和代谢信息交流时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因此也受到脑科学领域的关注。跳跃运动既是具有节奏的有氧运动，又能刺激下半身骨骼，因此想要保持大脑年轻的人，不妨将跳跃运动养成习惯。从今天开始，给你的大脑一点压力，你会发现，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强大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